顾长生，你要老婆不？不要。不要，那可由不得你。哼哼，你手里拿着祖师信物，按规矩确实能娶我们高高在上的圣女，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一个废柴也配玷污圣女？大长老有令，只要你乖乖交出祖师信物，断了对圣女的妄念，宗门便让苏师妹与你双修。顾长生，凭你这副样子，本姑娘本是不愿来的，可谁让大长老开了口呢？你若懂事，往后我做你的双修道侣，你也不算亏。祖师信物。无名顾长生，来到这方世界后，我每活1年便增长1年法力，万年法力可入渡劫，而我已长生亿万年。我的法力早已超越这方世界大道承受极限，无法化为境界，所以在世人眼里，我只是个练气期的废物。现在只要找到传说中的先天灵体，就能这1亿年法力变现，立地成仙，永生不灭。至于那令牌，不过是万年前顺手救了个小姑娘，她硬塞给我的谢礼。世人都以为本圣女会挑选一位绝世天骄双修，以此登临绝巅。我叶倾城身负万古无一的先天灵体，何须依靠那些凡俗男人？反倒是这个顾长生，虽然是个废物，但极其听话，也有自知之明。身在合欢宗，无法摆脱双修的命运。本圣女为何不选个好控制的傀儡呢？等等，这顾长生连内门女修都不敢要，我若以高高在上的圣女身份去，他必定吓得拒绝。乔装打扮一番，换个普通身份去与他接触。顾长生，你个练气期的废物，还对老娘挑3拣4上了。说完了。想好了？说完了就走吧，别耽误我睡觉。阿黄，送客。急！不敢！别戳我脸！顾长生，3个月后就是100年一度的合欢大典，届时圣女将公布双修道侣，你拿着祖师信物，就是当代所有天骄的公敌，你给我等着！这古井连通天河水，再泡上菩提树的茶叶，劲儿有点大呀。真皇虚影，那不是顾长生住的山峰吗？怎么回事？吃个饭动静小点，吵死了。你最近火气有点大，少吃点吧。那是护宗圣兽赤炎鸾，难怪我就说这破败偏锋怎么会有真皇虚影。赤炎鸾体内拥有一丝稀薄的上古真皇血脉，看来是圣兽大人修为大进，血脉觉醒引动了天地异象，恰好路过此地罢了。真皇，刚才有真正的上古真皇气息泄露，绝对没有错。传说上古真皇一族极为高傲，眼中容不得任何血脉不纯净者。还好我跑得快。圣兽大人如此急促离开，定是刚刚突破，体内血脉太过霸道，急需回宗门闭关压制吧。比想象中更寒钻一些。门没锁。顾师兄，我叫叶青衣，是外峰新来的杂役弟子。前些日子不小心得罪了执事，住处一直没分下来。听人说你这里还有空房，我这里可不养闲人。我可以替你挑水做饭，洒扫庭院，绝不白住，也不会给你添麻烦。这鸡来捣什么乱？奇怪，阿黄脾气向来差得很，连路过的渡劫期修士都照着不误，居然会对一个小丫头这么温顺。本圣女屈尊给他洗衣做饭，他还在考虑什么？阿黄难得这么温顺，
那你就留下来吧。真的？以后你负责喂它。喂鸡？好你个顾长生，居然让我堂堂合欢宗圣女喂鸡！你要知道本圣女的真实身份，还不被吓死？放心，除了让你在这里免费住，我再给你一份照顾阿黄的好处。什么好处？每天喂阿黄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跟着喝着井水。这顾长生不会真以为本圣女连口水都喝不起吧？看你赶路这么久，喝吧，不用客气。我突破了！结丹初期到中期，突破了！困扰我3个月的瓶颈，就因为这么一口井水突破了。渴死我了。不对，如果这水真是绝世神物，这顾长生天天喝，顿顿喝，怎么可能至今连引气入体都做不到？我卡在这一层，本就只差临门半步，根基、灵力、感悟都早已圆满。这井水里最多只是沾了一丝地脉灵气，恰好成为引子。若换做旁人，喝了也不过是白白浪费。也只有我叶倾城这等天资，才能在一口之间炼化灵机，借势冲破瓶颈。这顾长生就是个例子。喂，喝完水别发呆，赶紧干活啊！我吗？不然呢？难道让我扫？人，等你知道本圣女的身份后，看你怎么求饶道歉。好，我扫。没有丝毫灵气外泄，确实不是灵泉。吃，就知道吃。顾师兄，今晚我住哪儿？住哪儿？我这院子里只有一个房间有床，你说你住哪儿？住哪儿？我这院子里只有一个房间有床，你说你住哪儿？你的意思是你要把房间让给我住？你在想什么？拜托，是你在借住，又不是我求你留下。我的意思是，除了那个房间，你自己随便找个地方睡。好你个顾长生，本圣女还当你总算有点良心，没想到一点不懂怜香惜玉。杂物间还空着，我就在那蒲团上睡吧。我忍，本圣女什么时候住过这么破的地方？随你。这小丫头虽然看着不太聪明，运气倒还不错。那蒲团可是我当年坐在菩提树下悟道用的。这是我合欢宗的正宗剑法，传闻当年初代祖师游历天下，曾得一位神秘高人传法。可惜自初代祖师之后，宗门历代宗主圣女无一人真正练成。难道这就是初代祖师当年见过的那位高人？他要亲授我剑法。成了，困扰了历代祖师万年的斩天剑诀，我就这么坐着看了一遍就练成了。不对，不是这剑诀太过简单，是我叶倾城的天赋太过逆天。我乃先天灵体，道心通透，与剑谱内的剑意产生了共鸣。初代祖师的剑法是高人亲授，而我只通过剑谱就见到了那位高人练剑，岂不是说我的天资比初代祖师还要强？大长老弟子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半句虚假呀！废物！你们两个筑基修士，竟然被一只鸡给赶出来了！爹，要不我亲自去一趟，把那祖师信物抢过来。此物
确实不能再拖了。这祖师信物在顾长生那里1天，我合欢宗便丢人现眼1天。而且你拿到祖师信物，按宗门规矩，便可名正言顺与圣女结为道侣。倾城身负先天灵体，与其双修，修为可1日千里，所得好处难以估量。她还是当今宗主唯一的女儿，谁若成了她的道侣，未来这合欢宗的大权，也迟早会落入谁手中。爹放心，孩儿明日就去把那信物夺回来。一个外封废物而已，也敢占着这等机缘不放，简直不知死活！不可大意，顾长生手握祖师信物，宗主那边未必没有暗中派人保护他。那怎么办？当年我曾助过护宗神兽1次，他欠我一个人情，曾答应可为我出手1次。护宗神兽，爹，你是说赤炎栾大人？有他随行，纵然宗主真派了人暗中护着顾长生，也绝拦不住你。好，有护宗神兽出手，我看那废物还拿什么跟我争？记住，不择手段也要把祖师信物带回来，必要时废了顾长生也无妨。以手为剑，断云分天。放眼当世同辈，有几人做得到？我的天资，别说当世天骄第一，便是纵观古之先贤，怕是也少有能及。若非合欢宗功法特殊，如不阴阳调和修成元婴时必遭反噬，本圣女又怎会？顾长生他还真是傻人有傻福。哼，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，正因为他足够废，才会本圣女选中。待3个月后合欢大典，本圣女带着他都能压服天下天骄，才算真正证明我的本事。喂，你怎么一大早就在偷懒？阿黄喂了没有？偷懒？本圣女刚刚一夜舞蹈，练成绝世剑意。她开口第一句竟是问我喂鸡了没有。她要知道本圣女练成了只有初代祖师才会的斩天剑诀，还不被吓死？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喂鸡啊！我马上喂。你疯了？什么？这可是阿黄1个月的伙食，1天喂1粒米就够了。1粒？1粒。叫也没用，吃多了你消化不良。想过顾长生穷，但没想到他这么穷，1天给鸡吃1粒米，还怕鸡消化不良？去吧。我一直想问，它明明是一只灰不溜秋的鸡，你为什么给它起名叫阿黄？谁跟你说是颜色那个黄了？不是吗？阿黄的黄是真黄的黄。真黄的黄？就他？顾长生这人不仅懒，还喜欢说大话。一只灰色秃毛鸡也敢碰瓷真黄？顾长生，给本少主滚出来受死！唉，现在的年轻人火气真大，踹坏了我的门，这得赔钱。顾长生，你是不是吓傻了？本少主是来要你命的，你还敢跟我要钱？少主，这小子就是在装疯卖傻，拖延时间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废了他。既然你这么想要钱，那就去阴曹地府收吧。顾长生才练气气，根本挡不住，我必须出手。我过去了。哎呦，这块最大的别踩坏了，还能补补。看着点路，踩坏了得加钱。巧合，还是宗主真的派了人暗中保护他？算了，
避免节外生枝，还是直接请赤焰鸾大人出手吧。本来想给你个痛快，既然你不知好歹，那就别怪本少心狠手辣，也不怕告诉你，今日为了杀你，我爹特意请出了护宗神兽大人。糟了，赤焰鸾大人不仅修为深厚，还身负一丝真皇血脉，性情暴虐。若是他出手，顾长生必死无疑。不知我坦白身份，赤焰鸾大人能否放过顾长生？恭请赤焰鸾大人出手，替我合欢宗诛杀此僚。来了，是赤焰鸾大人。顾长生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弟子王莽，拜见圣兽大人。此人便是顾长生，请大人出手将其震杀。糟了！住手！看来我只能暴露身份，为顾长生求情了。上古真皇，昨天天地异象就是他引动的。现在我还在他的地盘上方撒野，命令休矣。赤焰鸾大人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完了，真是上古真皇前辈！我居然被萧天丽那个蠢货骗来在前辈的地盘撒野，他要是一口火喷下来，我恐怕连灰都生不下。阿黄，别欺负小红。小红，我堂堂合欢宗护宗神兽，他居然叫我小红？不对，等等，他叫上古真皇前辈个什么阿黄？而且上古真皇前辈似乎还没有反对。算了，小红就小红吧，总比死了强。等等，顾长生他在说什么？他居然让他养的那一只秃毛老母鸡不要欺负护宗神兽，还称呼护宗神兽为小红。顾长生，你真是活腻了！大胆狂徒，居然敢管护宗圣兽叫小红！少主，依我看，圣兽大人刚才突然落下，绝不是因为怕了这小子，定是因为圣兽大人近期刚刚突破，体内法力运转不畅，这才降落此地，稍作调息罢了。现在大人已经调息完毕，顾长生，你还敢对圣兽大人如此大不敬？今天你死定了！圣兽大人，您乃我宗守护神明，血脉高贵，岂容这等外封废柴出言讥讽？只要您即刻出手，我萧家对大人必有厚报。恭请圣兽大人出手，诛杀此僚。这两个蠢货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这位前辈可是把上古真皇当鸡养的存在，你们想死，别带上我呀！圣兽大人，不必留手。没错，这顾长生不过是个炼器废物，您一根羽毛都能压死他。大人，出手吧！大人，您打错人了，顾长生在那边啊！大人，您打的是我们啊！打的就是你们两个蠢货！什么情况？护宗神兽居然在替顾长生出头，没看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？难道是因为祖师信物？赤炎鸾乃护宗神兽，顾长生手握祖师信物，所以赤炎鸾才听从他的指令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小红，别把人打死了。这几个人还没赔我门钱呢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他居然还在惦记那扇破门。踹成这样，补起来可麻烦了。可恶，赤炎鸾大人怎么会听这个废柴的？眼下只能先认怂。顾师弟，不，顾师兄，一扇门而已，你说个价我们赔。对，咱赔一定赔。我这门
可不是普通木头做的，这是我当年从雷击古墓里挑出来的新料，风吹不朽，雨打不烂，冬暖夏凉，安神辟邪，外面根本买不到。雷击古墓，就这？把你们两个卖了，都赔不起。什么破门，居然把我卖了都赔不起！这小子该不会真想狮子大开口吧？不过，幸好主要材料保住了，拼拼补补，勉强还能修。能修就好，能修就好。那修不得花多少灵石？这样吧，看在你们初犯的份上，我也不多要，就拿个500万灵石的修补费吧。多少？500万灵石！就这么点灵石，怎么够我修门的？这么点灵石，这些灵石别说修他那个破门，都能买下几座仙府了。他居然还敢嫌少！完了，前辈真是觉得赔偿不够啊！行吧，虽然不值什么钱，不过颜色倒还凑合，拿去门口铺条小路，免得下雨天踩一脚泥。铺路，这可是赤焰鸾本命真火，凝练数百年才能运成出的炎黄火晶，每一块都价值连城。顾长生这家伙果然对得起他炼气期的修为，居然要拿这种宝物来铺路。圣女殿下，他果然认出我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直接问个明白：为何一向桀骜的护宗圣兽会在这破院子里如此低声下气？赤炎鸾大人，你堂堂护宗神兽，对那顾长生如此尊敬听话，是因为那个存在吗？那个存在，果然，圣女早就知晓那只鸡就是上古真皇前辈，难怪我就说堂堂合欢宗圣女怎么会在这儿当一个烧火做饭的丫头？原来如此，不错，正是因为那位存在，果然是祖师信物，和我猜测一样。实话告诉你，那位若要杀我，不过一念之间，但若能留在这里，也可能是一场不可想象的大机缘。祖师信物竟能轻易决定护宗圣兽的生死，甚至还藏着天大机缘，我之前怎么从来不知道？看来这顾长生对我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若3个月后合欢大典上，我与他结成双修道侣，不但能得到护宗圣兽支持，甚至还有一场天大的机缘在等着我。赤焰鸾大人，我们或许可以合作获得那份机缘，以后在人前，你我便装作互不相识吧。明白，明白，我太明白了。这圣女是想装作普通人，来博取院中那位前辈的好感，也求取一份机缘吧。小红点火，我要喝茶。难以置信，赤炎鸾可是拥有一丝真皇血脉，他的本命真火连1000年玄冰都能瞬间融化。顾长生这家伙真是拿着祖师信物当令箭，居然让堂堂护宗神兽来给他烧水。喂，你也别偷懒了，没看柴火不够了吗？去，把柴火劈了。好，我去劈。这顾长生也太抠门了吧！柴刀都钝成这样了，也不知道换一把。怎么可能？这纹路，这气息，这居然是传说中孕育大日金乌的上古神木扶桑树的枝干！我的天，水火不侵、万劫不灭的扶桑神木，前辈居然拿它来劈柴烧水！小红啊，小红，你说你有什么用？算了，阿黄，还是你来吧。
真正的真皇盗火，我的血脉被彻底提纯了。此等机缘，堪比逆天造化。怪不得圣女放着高高在上的日子不过，非要装成丫鬟。原来在这个院子里，无论是打扫庭院、劈柴生火，还是煮饭，全都是惊世骇俗的无上机缘啊！你这小红鸟抽什么风呢？别在这碍事儿了。是。刀盾又如何？只要我心中有剑，万物皆可斩。给我破！我生火获得了一丝真红盗火，圣女劈柴磨练出了惊天剑意，这院子里处处都是大机缘啊！斩天剑意，我叶倾城果然是万古无一的天纵之姿，居然能在这种干劈柴的粗活中悟出了斩天剑意。顾长生，你放心，就算你只有炼气期修为，本圣女凭着无敌的剑意，日后也护得住你。爹，孩儿办事不力，没能拿回祖师信物。谁能想到，那祖师信物竟然连护宗圣兽都能号令。哼，是我失算了。不过好在老夫做事向来滴水不漏，早就做好了两手安排。爹，您的意思是抢不回祖师信物也无妨，我已暗中给宗主叶韵下了奇毒阴阳合欢散，用我宗秘法将它当作炉鼎，吸干它化神期的修为。到那时，老夫便是这合欢宗第一人。就算顾长生手握祖师信物，这合欢宗也注定是我们父子的天下。唉，早知道就不该收留那个好吃懒做的小丫鬟，搞得我现在在院子里泡个澡都不方便，还得大半夜跑到这后山来。这普通的地下温泉泡起来干巴巴的，哪里有天河水舒服？气进攻心，我一身化神期修为都要随之自爆，只能便宜这小子了。今夜你就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大半夜的，哪里来的女流氓？糟了，他的心情没有任何波动。不对，只是没修为，并不是没有法力。这是什么境界？我的化神修为在他面前都比蚂蚁还要弱小。唉，中合欢散就算了，还敢乱吸别人的法力。你要是在这里出事，我还怎么泡澡？我体内的双修功法竟然不受控制的自行运转了。这缕法力竟然在主动引导我进行周天运转，这究竟是什么逆天手段？前辈，晚辈合欢宗宗主叶韵，方才遭人暗算中毒，多谢前辈救命，并赐下无上机缘。有点意思。这位前辈深不可测，仅仅是一缕头发丝般细微的马力，如果作为双修道侣，便能让我省去数百年苦功。若是能与前辈本尊真正结为道侣，那将会是何等天大造化！前辈救命之恩，再造之德，叶韵无以为报。若是前辈不嫌弃，叶韵愿侍奉前辈左右，洗衣做饭、端茶递水，甚至叶韵心甘情愿做前辈的专属炉鼎，绝无怨言。打住！前辈，是晚辈蒲柳之姿入不了您的眼吗？洗衣做饭、端茶递水，
我那院子里现在就已经住着一个干啥啥不行，光知道白吃我大米的闲人丫鬟了。养她一个我都嫌费粮食，再养你这么个看起来就很能吃，肉还长得那么多的，做梦去吧！这合欢宗的女的一个个都莫名其妙的，成天想着白嫖我的伙食，真是世风日下。闲人丫鬟，等等，这位无上前辈身边竟然已经有贴身丫鬟了。论双修之法，难道还会输给这些女人不成？没想到我合欢宗还住着这样一位隐士前辈。等我回宗门揪出那下毒的叛徒，肃清合欢宗，我定要亲自登门拜访。我倒要看看那个丫鬟到底有几分姿色，敢跟我叶韵抢伺候前辈的资格。算算时辰，我爹此刻恐怕已经拿下叶韵那贱人了。只要我爹吸干了叶韵的修为，他便是这合欢宗第一人。到那时，就算祖师信物又如何？那高高在上的圣女叶倾城，照样逃不出本少主的手掌心。本少主定要让他乖乖地做我的专属炉鼎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爹，您回来了。叶韵那一身化神期修为，是不是已经尽归您手了？失败了，那叶韵根本就没有中毒的迹象。什么？没有中毒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爹，他是不是在强撑着演戏给您看？哼，绝无可能。若他强压毒性，老夫怎会看不出来？去外峰夺取祖师信物失利，如今给叶云下毒，又莫名其妙的失败，这两件事接连发生，恐怕那叶韵已经有所警觉了。爹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若是叶韵那贱人追查出来，我们父子绝无活路啊！既然正道走不通，那就休怪老夫心狠手辣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投靠魔门。魔门？不错，只要借助魔门的力量，这合欢宗的天下依旧是你我父子的。我深夜遭遇暗算，刚刚回宗，这大长老萧天力便急不可耐地跑来拜见。看来在暗中给我下阴阳伞的人果然是他。可惜啊，萧天力，你千算万算，没算到我遇到了那位无上前辈。如今我已是化神大圆满境界，就凭你化神初期修为，无论怎么蹦跶，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。不过我先不打草惊蛇，等他将所有底牌都露出来，我再将他和背后的党羽一网打尽。那位前辈简直是神仙下凡，他仅仅是赐下了一缕法力与我双修，就能让我连破3境，这等通天彻地的手段闻所未闻。我合欢宗内居然隐居着这样一位无上前辈，这绝对是我的机缘，我必须想办法留在那位前辈身边。等等，前辈既然隐居在外峰，连修为都内敛的一丝不漏，必然是喜欢清静，不愿暴露身份的高人。我若是就这么大张旗鼓地跑到外峰去，肯定会引起整个合欢宗的巨大骚动。万一惹得前辈不悦，反而弄巧成拙，我必须换个身份，打扮得低调一点。这样看上去就低调多了。这里是不是太惹眼了些？要不要用法术稍微遮一遮，缠一缠？不能遮，这可是我的优势，凭什么要藏起来？能被前辈留在身边当丫鬟的，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绝世仙子。但我叶韵论容貌、论身段、论善解人意，哪一点比别人差了？不管那个丫鬟是哪里的9天神女，我绝对不会输给她。我要亲自登门会一会那个女人。
这黑乎乎的一坨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起大早熬的灵草炖菌菇汤，大补的。灵草呢？炖化了。那菌菇呢？也炖化了。糖放多了吧？那是提鲜用的。姜也放多了。那是驱寒的。那这锅底怎么还糊了？这叫烟火气。算了，去宗门坊市买一些正常的调料回来吧。怎么你觉得味道不错，还想吃我做的饭？你想多了，我是让你把调料买回来，以后我自己做。你再这么做下去，阿黄恐怕都要绝食了。好你个顾长生，本圣女屈尊降贵给你熬汤，你居然还敢嫌弃？等你知道本圣女的身份后，一定觉得这是你毕生的荣幸。买就买。顾长生，你等着，到时候有你好看。长生，菩提树下悟道，扶香木为柴，天河水为饮，这些东西听着也太夸张了吧？秃黄以蒲扇驱虫，好茶嗜睡。这不会是在说顾长生吧？法力无边，通天彻地，就他那个练气气的废柴。这不会是在说顾长生吧？法力无边，通天彻地，就他那个练气气的废柴。普通的山石，连灵才都不是。这描述跟顾长生也太像了，多半是某个好事者闲着没事，照着山上某个懒汉的模样随手编出来的，更可能是顾长生自己搞的恶作剧。等回去问问他。前辈，叶韵求见。你谁啊？前辈，是我呀，后山温泉里的那个。哦，是你啊！昨夜晚辈是被奸人所害，身中奇毒，情非得已，今日特意登门，来感谢前辈的救命之恩。不用谢，本来也没打算救你，不过是看你挡着我泡澡了，顺手的事儿，没事就走吧。前辈救命之恩，能否让晚辈留在这里伺候前辈，也算报答一二。打住，不用，我这院子里已经有一个干啥啥不行，白吃白住的闲人了。果然我猜的没错，前辈这里已经有一个女人了，只是那女人似乎恰好不在院子里。有意思，那个女人修的是剑道，剑修向来性情冰冷，不解风情。如何与我比？这尺寸看起来并不大，看来论资本和规模，那个女剑师绝对不如我。在身材上，我已经赢了。前辈，我总不能白来一趟，这就帮前辈把院子收拾一下吧。随你，别吵着我睡觉就行。哟，你这手脚倒是比那笨丫鬟利索不少。多谢前辈夸奖，晚辈的手艺还不止这些呢。这菜的味道确实比那丫头做的饭好点。前辈若是喜欢，叶韵以后天天给您做。当然，也就仅仅只是好上一点点而已，还是没有当年在九天玄宫吃的好吃。有人来了，而且这气息怎么似乎还有些熟悉。我现在隐藏了身份，若是被宗门熟人看见，多少是个麻烦。
前辈，晚辈突然想起还有些琐事未处理，晚些时候晚辈再来伺候前辈。这女流氓真是一惊一乍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中午饭菜还不错。这饭谁做的？哦，来了个女人，说要报恩，帮我打扫了院子，还做了一桌子菜。女人？什么女人？就一个挺能干的女人，手脚利索，做饭也行。你看这院子比你打扫的干净多了。她还动了我的衣服。这个女人不仅打扫了院子，做了饭菜，居然还翻看了我的私人衣物。那个女人长什么样？你仔细说说。挺高的，穿着青色裙子，身材嘛比你壮实不少。这个女人不会拿我的衣服和自己比身材吧？顾师兄，那个女人有没有说她来这儿的目的？好像说了，说什么以后天天来伺候我。天天来伺候你？是啊，我说不用，她非要来。顾师兄，我才是你的正牌丫鬟。等等，我在说什么？我堂堂合欢宗圣女，先天灵体，一夜悟成斩天剑诀的万古天才，我什么时候变成丫鬟了？还是和人争抢着做顾长生这个废柴的丫鬟？你太好吃懒做，我看不如人家。不行，管他是谁，这里是我先来的。这人来路不明，多半是图谋顾长生手中的祖师信物。本圣女绝不能让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女人抢走我的位置。顾师兄，我是最先住进来的，我才是这院子里照顾你的人。外面那些闲杂人等，你不要随便放进来。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又没说要赶你走。不过你做的饭确实不如人家。对了，顾师兄，我今天下山的时候，在半山腰发现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一些字，说什么法力无边，通天彻地，好茶嗜睡，还养了一只秃黄。顾师兄，你说那石碑上写的跟你还挺像的。何止是像，那就是万年前你们合欢宗祖师为我所立。这个顾长生简直吹牛上瘾，他一个炼气期能活上万年，我看那石碑多半就是他效仿前辈古人自己给自己立的，而且怕别人抢他的祖师信物，还拿出初代祖师来扯大皮。本圣女的剑道天赋冠绝古今，区区一个做饭能难到我？那个女人不就是会打扫院子，会做几道菜吗？本圣女要做就做到最好。熬了一夜，总算没有白费。怎么样？比你上次做的好多了。当然，比昨天那个女人做的还是差了108000里。怎么样？比你上次做的好多了。当然，比昨天那个女人做的还是差了108000里。居然这么评价本圣女忙活一早上煮的粥。那石碑上还写了天河水为引，就这口破井里的水还天河水呢。要真是天河水，顾长生天天喝，怎么还是炼气期？今天我要在前辈面前好好表现。我特意用珍藏的千年灵元，亲手炖了一盏七星聚灵羹。这汤不仅滋补元气，还能辅助阴阳调和。说来奇怪，每次我问前辈那丫鬟长什么样，她只说灰扑扑的年轻，做饭难吃。哼，本宗主倒是越来越好奇了，那丫头到底长什么样？前辈，今天我做了一道新菜七星聚灵羹，您尝尝。不错。只要前辈喜欢，我以后天天给您换着花样做。
和我之前估计的差不多，这个丫鬟的资本确实不如我。前辈，伺候您的那丫鬟今天又不在。一大早就出门了。最近她天天晚上研究什么烹饪秘籍，弄到半夜。这个丫鬟是在拼命练厨艺吗？有意思，她这是把我当成了竞争对手。不过，论厨艺和伺候人的本事，一个小丫头哪里是我的对手？她还说，她才是我的正牌丫鬟，让我别随便放外人进院子。正牌丫鬟，好大的口气！这个丫鬟能被前辈留在身边，定有过人之处。但若跟我叶韵争，她还嫩了点儿。留个记号也好，让那位正牌丫鬟知道，这院子里不是只有她一个人在照顾前辈。又来了，这个狐狸精不仅又打扫了院子，做了饭，这次居然还故意留了东西下来，这是在宣战。他又来了。今天做了一道七星巨灵羹，是真好吃。比我做的呢？你进步也挺大的。好你个顾长生，居然敢替别的女人说话！管你是谁，明天本圣女亲自在这里等你，非得当面跟你说清楚不可。这次总该挑不出毛病了吧？顾师兄，早饭我做好了，放桌上了。我去坊市买点东西，你记得趁热吃。这次我倒要看看那个狐狸精到底是何方神圣。今天我就守株待兔，等他一进门，我非当场抓他个现行不可。这可是我精心熬制的百灵玉髓粥，晶莹剔透，入口即化。前辈若是尝了，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那个丫鬟拿什么和我比？宗主，大长老求见。萧天丽来得倒快，大长老这般急躁，所谓何事？宗主，老夫有要事相商。老夫方才已召集长老会，经过众长老一致商议，决定将100年一度的大典提前，就在下个月初举行。100年一次的大典向来有定数，他突然强行提前，必定有诈。大典乃我宗盛事，提前举办需要筹备诸多事宜，此事本宗主会认真考虑长老会的意见。长老会已全部同意，宗主还是早做准备为好。老夫告退。老狐狸，真当我在你那长老店里没留后手？只要魔尊大人助我拿下合欢宗，老夫愿率全宗归顺魔门。下个月初合欢大典，便是我们里应外合的最佳时机。萧天丽，你居然敢拉拢一众长老，暗中投靠魔门！难怪要急着提前合欢大典。倾城，速来见我，10万火急。前辈那边只能先缓一缓了。这都日上3竿了，那个狐狸精怎么还没来？本圣女就不信抓不到你。倾城，速来见我，10万火急。母上大人怎么这个时候传讯？还用了极品传讯符。算那个女人走运，今天先放过你。
母亲，何事如此惊慌？你自己看。萧天丽这老匹夫，竟敢勾结魔门，出卖宗门！我这就去一剑斩了这叛徒！不可，现在对他动手，只会逼得魔门提前发难。不仅是勾结魔门，前些时日，我甚至中了萧天烈下的阴阳合欢散，那可是本宗禁药，若无顶级强者双修化解，必死无疑。母亲，幸好天不亡我合欢宗，我意外遇到了一位隐世的无上前辈，得他出手相救，才安然无恙。原来如此，母亲打算如何应对萧天丽？他不是要将合欢大典提前到下个月初吗？我成全他。可是母亲，魔门之主乃是渡劫期的绝顶大能，若合欢大典上魔门倾巢而出，即便我们提前防备，合欢宗也绝对无法抵抗啊！渡劫期在救我的那位前辈面前，不过是蝼蚁罢了。这是化神大圆满。您短时间内连破3境，已经化神大圆满了。不错，这便是那位前辈赐予我的天大造化。世间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存在，我最近一直在向那位前辈示好。若合欢大典那日能请得他出山坐镇，区区魔门弹指可灭。倾城，大典提前，你的双修道侣可有人选了？母亲放心，女儿已有心意人选。她虽然修为低微，但胜在有自知之明，十分听话。无妨，你乃先天灵体，不需要依附那些所谓的天骄，遵循你内心的选择即可。有那位前辈坐镇，到时不仅是魔门，谁都无法干预我合欢宗100年一度的合欢大典。母亲大人，到时我也想拜见那位前辈一番，自然没有问题。若我当真能留在前辈身边伺候，到那时倾城自然也该来拜见。记住，在大典之前不可打草惊蛇。萧天丽那边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是，娘。前辈，今日这粥看来只能改日再送了。我离开这么久，那个狐狸精不会已经来过了吧？水加少了，米没熟透，这简直是在吃沙粒呀！那个女人今天没来，确实没来。她要是来了，我至于在这里受这种酷刑吗？难喝！顾长生，本生女今早为了这碗粥，天还没亮就起身试了3次火候，你居然张口就是难喝！她为何没来？可有说什么？她为何没来？可有说什么？谁知道？倒是你，今天这粥比上次也没强多少。好得很，让你现在嘴硬。等合欢大典一到，本圣女当众亮明身份，选你做双修伴侣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这成天使唤我的东西，会不会当场吓得跪地求饶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你很快就会大吃一惊。你要是能把饭做好，确实够让我吃惊的。前辈，晚辈有一事，请您帮忙。我合欢宗有叛徒勾结魔门，魔门势大，晚辈恳请前辈能在合欢大典之日移驾主峰，出手相助。唉，我就知道吃人嘴软。看在你这些天好歹给我做了这么多顿还算凑合的饭菜份上，再加上我跟你们合欢宗也算有点渊源，行吧，大典那天我去凑个热闹就是了。多谢前辈恩典。顾师兄，
过几天就是合欢宗100年一度的合欢大典了，你必须得去参加。我去干什么？我又没兴趣找道侣。万一有人选你做双修道侣呢？我去干什么？我又没兴趣找道侣。万一有人选你做双修道侣呢？没兴趣。总之你就得去。行了，去就去吧。不过咱们可得提前说好，你当初可是说过的，只要合欢大典一完事儿，你就离开。到时候你麻溜的收拾东西走人，可别在这院子里再烦我。我那点大米都快被你吃光了。好你个顾长生，本圣女天天在你这儿伺候你，你居然还一心想着赶我走。顾师兄放心，等合欢大典一结束，我保证一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今日这双修道侣之位，非本公子莫属。就凭你，本少宗主已备下天阶法宝作为聘礼，圣女必定选我。一群蠢货，还在做着抱得美人归的春秋大梦。少主英明，大长老早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，我们大军已经潜伏在暗处。今日不管那圣女叶倾城选谁，都无关紧要了，因为过了今日，这些所谓的天之骄子，全都要被魔门一举剿灭。不过本少主倒是真希望叶倾城那贱人能在众人面前选我，这样等大事成了之后，本少主享用起他这位高高在上的圣女来，才更加的名正言顺。顾长生啊，顾长生，你一定想不到，那个天天被你嫌弃、被你使唤去喂鸡扫地的丫鬟，就是合欢宗高高在上的圣女吧？等会儿本圣女在万人面前大声宣布出你的名字时，你那张永远都懒洋洋、对什么都不在乎的脸上，一定会露出这辈子最精彩的表情。100年大典今日开启，按照我宗规矩，今日将由我宗圣女叶倾城亲自在这广场之上宣布她选定的双修道女。叶倾城，希望你这贱人长点眼色，能够选我。倾城，宣布你的决定吧。顾长生，本圣女一会儿看你还怎么睡。本圣女选定的双修道侣是外封弟子顾长生。顾长生是那个废物。喂，顾长生，你给我醒醒！那人似乎有点眼熟。顾长生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敢给本圣女睡觉？等你睁开眼，看到本圣女就是天天给你做饭的丫鬟，保证吓不死你。圣女真是说，该死！叫我吗？叫我吗？哦，是你这丫头啊！换了身衣服，差点没认出来。这顾长生怎么回事？
我可是高高在上的合欢宗圣女啊，全天下男人梦寐以求的仙子啊！他居然一点都不惊讶，他难道是个瞎子吗？哟，是你？前辈，合欢宗宗主叶韵，拜见前辈。多谢前辈移驾前来参加我宗典礼。我没眼花吧？合欢宗的宗主给一个练气期的外门弟子行大礼，还叫他前辈，这世界疯了吗？妈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倾城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起的那位前辈。你不是一直吵着想拜见他老人家吗？快，行礼。你们是母女？我就说嘛，之前你们俩轮流在我那破院子里给我做饭扫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们长得有些像，没想到你们居然是母女。只不过你们母女俩的厨艺差距可真是够大的，一个勉强能吃，一个简直是在煮毒药。什么？前辈院子里那个干啥不去给顾长生做饭献殷勤，白吃白住的正牌丫鬟，就是我亲妈。这尺寸看起来并不大，看来在身材上我已经赢了。天哪，我竟然拿着自己亲生女儿的衣服在跟她比胸围，我还觉得我赢了。这个狐狸精不仅又打扫了院子做了饭，这次居然还故意留了东西下来，这是在宣战。救命啊，我竟然说我妈是狐狸精，我还为了给顾长生做饭跟我娘争风吃醋。如果顾长生就是救了母亲，让母亲连破3境的那位隐士前辈，那我在他院子里经历那些事，困扰我3个月的瓶颈，就因为这么一口井水突破了。也只有我叶倾城这等天资，才能在一口之间炼化灵机，借势冲破瓶颈。我乃先天灵体，道心通透，我的天资比初代祖师还要强。我叶倾城果然是万古无一的天纵之姿，居然能在这种干劈柴的粗活中悟出了斩天剑意。阿黄的黄是真黄的黄，一只灰色秃毛鸡也敢碰瓷真黄？不是我天资逆天，不是我是什么万古无双的绝世妖孽，原来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顾长生。我喝的水，睡的葡萄，喂的鸡，劈的柴，全都是天大的机缘，而我居然还一直以为是我自己厉害。救命呀！我之前到底都在想些什么？你怎么了？脸为什么这么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荒谬，简直荒谬至极！堂堂合欢宗宗主，居然对一个练气期的外封废物行大礼，还一口一个前辈。叶韵，我看你这贱人是走火入魔，彻底疯了！这合欢宗上下当真是疯了！这到底是有什么？既然合欢宗气数已尽，今日便由老夫来重立新天。是你，还有这广场上各大宗门天骄的死气！叶倾城，你居然宁愿选一个废物也不选我！本少主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滚过来！
乖乖做本少主的专属炉底，否则，待会儿本少主当着全天下人的面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魔气，合欢宗居然勾结魔门！合欢宗这是设下了杀局，要坑杀我们，快逃！杀一个不留！叶韵那贱人交给我。一群土鸡瓦狗，敢在我合欢宗放肆！化神大圆满，这不可能！你前些日子才刚刚突破化神初期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大圆满之境？萧天丽，你的阴谋今日到此为止。好个叶韵，难怪你今日如此有底气。恭请魔尊大人出手！叶韵，你以为你突破化神大圆满就能翻盘吗？魔尊大人乃是渡劫期大能，万步真仙，人间无敌的存在。今日我们注定要灰飞烟灭。合欢宗还不跪下臣服！前辈，吵死了！现在的年轻人，真是一个比一个能吹。阿黄，干活了！这不是那只啄人的秃毛鸡吗？顾长生，你该不会是被吓疯了吧？你该不会想靠一只鸡对抗魔尊吧？真火！怎么可能，魔尊大人？怪我！秒杀渡劫期魔尊，阿黄竟然真的是真皇的皇啊！干得不错，今晚回去奖励你2粒米。